数字游民4年，回过头来发现，我能走到现在，全靠一个隐藏 buff，让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也能够把自己当成公司经营，从而实现我理想的工作和生活方式，work online and travel the world。啥 buff？当个人品牌，比如说我4年前裸辞开始做自由职业，还是到后来干不下去了，打算找一份远程工作，以及开了自己的公司要找客户。以及前一段时间的各种 digital marketing 项目在招人，甚至最近要转行到 AI 和 Web3，也都是靠着这个 buff 关关难过关关过。所以，如果你是不想上班的打工人，想要实现只为自己工作，或者你已经是自由职业，在做着自己的小生意，想要客户主动找上门来，再或者你自己在创业，但是不想花几十上百万在广告上面，以及想要找到 A player 的员工，找到认同你价值观的人跟你一起工作。大家都同意大海捞针的去碰运气是个下策，对吧？如果这个时候你有个人品牌作为 leverage，那么在我提到的以上几个方面，简直是省时省力又省钱。所以今天我想来聊聊，第一，什么是个人品牌？第二，个人品牌帮我实现了什么？所以你也可以参考一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普通人如何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第一，什么是个人品牌？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名字、你的形象、你的技能、你的个性、你身上的标签、你带给别人的整体感受，以及最重要的，你能为别人提供什么价值。在我看来，一个好的个人品牌，第一，不仅能够给你带来很多工作和生活上的机会，第二，还能让你结交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connect with people you are vibe with。第三，是能够让你在做自己的同时，影响并改变周围的一切。Build a world around you that you wanna live in，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第二，个人品牌能帮你实现什么？拿我自己举例，从我一开始裸辞到现在有自己 business 的每一个阶段，个人品牌都在发挥作用，主要分为4个方面。Buff 1.0赚美金，你们还记得我是怎么找到第一份赚美金的远程工作吗？前情提要，4年前我裸辞之后开始自由职业，但是前3个月都是入不敷出，纯当学习了，坚持了3、4个月吧。但是当时我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还是先找份工作吧，能维持生活了再慢慢尝试自由职业。那时候我刚从上海回成都，被现实狠狠打脸，因为同岗位成都的薪资简直，当时只拿到了一个12K 的 offer，我还在犹豫投入的这个时间值不值得，没想到这个水平已经在成都算高的了。如果我下定决心不计较时间的投入成本的话，但是一想到要去到处都是写字楼的地方上班，在成都朋友应该知道，大概在金融城和天府几街这个附近，我当时就觉得这也太不现实了。因为尝试了自由职业，已经习惯了每天安排自己的一天，我不再觉得这样自由的生活不现实，而是每天要去到一个固定的地方打工的生活，真的感觉太不真实了。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赚美金的远程办公机会主动找到了我，咋回事呢？Instagram 上面一个关注我的粉丝，虽然那个时候我才200多粉丝，给我发信息说：“Hey, I like your page. We're looking for a social media strategist。”我还特意翻出来了3年前的聊天记录。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第一份赚美金的远程工作。Buff 2.0找客户。在我开始创业之后，大家都问我，你是怎么找到客户的？我说不是我去找客户，是客户来找我。只要有2个渠道，第一就是周围认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的朋友主动推荐，甚至包括一些只有几面之缘的人。第二就是从网上搜到我，从而来主动找到我，包括我的 blog、我的个人网站、我的 LinkedIn、我的 social media 等等。Bob 3.0找合伙人。那么现在我有了自己稍微稳定一点的 business，一个人干不完所有活了。我是怎么找到靠谱的 team member 甚至合伙人呢？其他老板可能都在头疼，怎么招人，怎么扩大公司的知名度，怎么宣传企业文化等等，而我只需要做自己，就能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要跟我一起工作，甚至不用花钱就能有几十个人为我工作。I'm kidding，不是为我工作。比如今年我搞了一个 marketing training 的项目，就是以技能交换的形式招募实习生，我教他们 marketing 相关的技能，他们每周花几个小时帮我完成一些执行类的工作，然后我再给到大家反馈，帮助他们进步。本来也是我自己突发奇想的一个实验性的尝试吧，没想到发出招募到现在已经有快100人报名了。
而我也从中选了10几个人跟我一起合作。OK，Buff 4.0转行，大家应该知道我最近在到处讲我要转行去 AI 和 Web3，对吧？那么我是怎么做的呢？我不是大海捞针的去找工作，no no no，而是朝着这个方向有意识的在 build my personal brand again。第一，我重新定义了我的 brand niche。第二，我在 leverage my existing audience， 从朋友圈到小红书。第三，我找到了 AI 和 Web3的聚集地 X， 也是在从零开始，在 build my audience on X。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每次我要做什么都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因为我在做自己的个人品牌，所以能够让其他人从认识我、喜欢我，从而相信我，进而能够在很多不同的层面上跟我一起合作。而且回过头来发现，我这个小小的个人品牌，这些年也一直在跟我一起成长。第三，普通人如何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呢？我之前也出过一期10几分钟的视频，大家可以去看看。简单来说，就是第一，定位你的品牌；第二，搭建你的品牌框架；第三，分享有价值的内容 ，show your work，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调整你的个人品牌定位，细化你的受众，提升你的相关技能，增强你的核心优势。所有的这些其实你都可以在网上学到，但如果你想要找到一条清晰发展的路径，节约自己去费力探索的时间，并且降低自己的试错成本，当当 I launch my personal brand program 个人品牌训练营。如果你知道我之前有过一期 online business 训练营的话，那么这其实是在 online business 训练营上面的改进版。这个啥呢 ？It's an AI powered personal brand program。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教你打造个人品牌，也是教你利用好各种的 AI 工具，让 AI 替你做这些重复机械的劳动，帮助你实现搭建个人品牌，打造个人影响力 ，share your authentic self and make an impact on the world。比如我自己从中收获了什么？除了以上提到的，在每一个转型的关卡时期都能有惊无险的度过，加上现在我的 personal brand 也在给我赚钱，让我实现 time, space, location free。并且也让我交到了很多同频的朋友 ，take me as who I am，而且也让我认识了很多我早就想认识的人，比如其他数字游民和旅行博主。上一期的训练营也有了一些反馈，感谢大家。这一期的个人品牌训练营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可以在这里自行查看或者 DM me。大概时间是7月初开始，同样的，错过这次只能加入 waiting list 等下一期了。Which is 可能是3个月之后，也可能是半年之后，看我时间吧。Bye, I'm Chestnut. Check my page for more personal brand, digital nomad, online business, digital marketing tips. See you next time.